大家好，我是小猪。说吴千语绕不过一个人，就是杨天宝。他们都出道早，杨天宝15岁做嫩模，吴千语17岁拍广告，都学习拉垮但漂亮，都有大陆背景，普通话和粤语都说得好。杨天宝的普通话带沪腔，吴千语是因为前面做了澳洲海归的假人设，所以只能硬凹 ABC 腔，刻意让自己说话扁扁的，尾音糊糊的。合约都是妈妈签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家里面就是有很多 uncle auntie，家人都挺反对。唉，他凹得越辛苦，我就越想笑。不是，我现在身份是 model，然后在北京其实就是有录一些节目。你现在的身份是 model。说到成绩烂，香港通常是拿会考成绩做比较的，会考总分30分，拿到14到15分算及格。港姐麦明诗当年是满分30分，侯 C 雷呀。阿 sa 会考5分，以至于没办法在香港升学。杨天宝考了13分，算嫩模界的天花板，因为文咏珊只考了2分，这都不算差的。还有一堆0分大佬，比如靠博眼球出位的香港艺人玉美。不是，我有时候就想不通这0分是怎么拿的。人每次都能精准避开正确答案的难度，应该和满分一样难。林峰会考成绩是10分，吴千语没有公开具体的分数，只说是2位数。还有这种计数的，你也太能了，直接说10分不就完了吗？我甚至觉得吴千语应该10分都没有，毕竟他是公认的成绩差到没办法升学。这么看，吴千语和林峰真是8、9不离10的天生一对儿。杨天宝入行后第一个男友是陈伟霆，当年他16岁，陈伟霆20岁。卤蛋，麻烦睁眼往这边看，看看情侣纹身是什么阶段玩的，年过半百还整这死出，你是想笑死谁？杨天宝当年签了台湾的著名经纪人，人称金姐的周优根。金姐的最佳战绩是把嫩牛5方脸的熊黛林2铲子下去削成了妙脆角，又吹了一个小关之琳的名号才捧红，连叶问女主角都拿下了。有了这个 GOAT， 金姐也照葫芦画瓢给杨天宝安排去了一趟日本，结果出炉了一张绝世美颜，紧接着又安排他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贴身热舞，一炮而红。熊黛林那个叫整容，至于杨天宝的这个嘛，二战转折点。女星从平庸到窜红，中间就缺了一个金姐，她的确是高手。成功换脸的熊黛林在郭富城的《风之子》MV 中与天王一吻定情，因此才坐上了第一代天王嫂的宝座。金姐让熊黛林带师妹一起飞，所以有一段时间杨天宝和熊黛林捆绑得很紧。2010年俩人一起出演了《花田喜事》，杨天宝因此搭上了黄百鸣的快船，同时和陈伟霆分手。黄百鸣被杨天宝迷住，打算力捧。怎么捧？炒新闻。和谁炒呢？黄晓明。当时黄晓明是内地最夯的男星，也是华谊最烈火烹油的日子，双方都摩拳擦掌，准备在港台大干一场。黄百鸣想搭黄晓明给杨天宝拱人气，但没想到这小蹄子假戏真做，费尽心机竟然拿下了小明。实际上当时杨天宝还有个备胎是郑中基，他们一起拍花田喜事，郑中基被年轻美丽又活泼的杨天宝迷住，虽然当时是隐婚状态，但还是动摇了。不过杨天宝考虑再三，下注了人傻钱多又帅气单身的小明。当时黄晓明也踢了还在大陆等着他的女友李菲儿。也不好说和杨天宝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2010年3月，阿 sa 还是和郑中基宣布离婚。而且重点来了，阿 sa 在7个月之后公开和杨天宝的前度陈伟霆恋爱。但这一对儿很像是被动营业，所以不排除英皇是为了拉流量硬扯的皮条。当时他们一个是隐婚风波后的少女偶像，
一个是总也捧不红的万年新人王。英皇就玩了一个野的 CP 一炒变废为宝。流失掉杨天宝的黄百鸣非常郁闷，他儿子就又介绍了吴千语给老窦。吴千语后来的经纪人嫁给了黄百鸣儿子，这是后话。黄百鸣照葫芦画瓢，把包装杨天宝的那一套套在了吴千语身上，比如家世好、混血、背景神秘的美少女等等。为了弥补遗珠之憾，黄百鸣下狠心捧吴千语，给他最好的资源。虽然毫无演戏经验，但第一部戏就大咖陪衬做女主。但是千算万算，不到2年，这棵摇钱树又和林峰聊上了。如今杨天宝早已离婚，吴千语却刚刚嫁入豪门。有黄晓明的时候，杨天宝的生日会大咖云集，没了小明，他的生日也黯然失色。唯一的大咖就是吴千语，他们源于天马公司的情谊能绵延至今，倒是令人非常意外。这么看来，吴千语虚荣归虚荣，多少还是有些情怀的。另外，吴千语大婚，阿 sa 专门拍视频送了祝福。能把阿 sa 和杨天宝这俩死对头都变成自己的好友，他还是有些左右逢源的本事。跟林峰分手后，吴千语并没有立刻和施伯雄恋爱。按俩人现在的说法是，吴千语当时是刻意想要保护这段恋情，所以选择不主动公开。施伯雄还说自己因为吴千语不公开而生过气，这么说不过是为了迎合如今吴千语的大小姐和施伯雄霸总舔狗的人设。这就是吴千语和施伯雄目前的营销思路，而且非常成功。回到当时，吴千语其实是发过一条晒玫瑰花的 ins， 但在图片左上角的包装纸上，他用比蚂蚁还小的绿色小字 tag 了施伯雄的 IG。 这种暗戳戳搞小动作的技法，是一个公屋女孩忽然攀附结贵后手忙脚乱的试探，非常吴千语。这个技能在他和林峰的那5年实践中早已练得炉火纯青。他像小老鼠偷到香油，又惊又喜，因为他非常清楚施公子是他能够接触到的天花板，此生仅此一次的上帝眷顾，所以这场仗他必须打赢。他又使出老招，轻轻试探，浅浅撩拨，但这个在林峰那里百试百灵的技巧，在施伯雄这里碰了壁。施伯雄在 ins 上发了这么一句，所以吴千语在不久后的采访中表示自己已经恢复单身状态。全程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看一个捞女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被dump，怎么样自不量力攀附豪门却碰得鼻青脸肿，怎么样草鸡却有颗不安分的心。怪不呢，原来是攀高枝去了，信得连名姓都忘了。有本事你今儿就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攀在高枝上，我才佩服呢。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美貌永远是稀缺资源。吴千语的美貌、身材以及淡淡的浅浅的姿态，在男人这里仍然是见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利器。脸在，江山在，别人谈一场恋爱早已身心俱疲，他轰轰烈烈爱一场却不过25岁，加上前任真金白银的滋养，拿捏和攻守的心态试炼，此刻的他已然是情场高手，拿下施公子不过是时间问题。美女是底层社会的稀缺资源，底层社会的逻辑是活在当下，他们追求的都是能立刻带来感官满足的事物，比如美女、美食、美酒、短视频、赌博。因为掌握的未来太少，唯一能控制的只有现在。这些短暂上头的东西令他们沉迷。吴千语如果还留在沙角村，他本身就是稀缺资源，
但充其量不过是凭姿色嫁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师傅，然后重复母亲的老路。否则，他妈妈为什么拼命要让他爬出那里呢？中层的稀缺资源是确定性和安全感，见识过底层的混乱，又触不到上层的规则，所以中层追求的是稳定的收入、房产和社会地位。彼时的吴千语正在寻求这种确定性和安全感，这个是林峰不愿意给他的，但施伯雄或许可以。他早已对演戏意兴阑珊，但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维持着自己的曝光率。他一无所有，只有这唯一的技能，只有留在这舞台，才可以加重爱情的砝码。是的，只有爱情，唯有可以带来金钱的爱情，是属于这个贫家女儿的定海神针。在 IG 上意有所指的被骂了一轮之后不久，吴千语被拍到跟施伯雄经济舱同游欧洲，回港后一同打 Uber 返回爱巢。他们的经济型恋爱在此刻就已经初露端倪。上一段恋情捞得有些急吃白脸，这次忽然走平民路线，当然不是因为他变了。和穷人才要彩礼，和富人是要谈感情的，这一点他很清楚。时间到了2019年4月，吴千语再次表示自己回归单身，还说因为之前沉迷恋爱，不再受到老板黄百鸣的重视，感觉到了危机，未来要花更多的时间好好经营自己的事业，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看着熟悉的招数又来。但是2019年年底，不知为何一直遮遮掩掩的两个人忽然都转了风向，在3分3合之后高调地爱了起来。施伯雄顶着百亿富三代的头衔隆重登场，说起来这个名号也是掺水的，倒不是因为说施家没有钱，但是相较于香港富豪榜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施家的存在感一直很低。这可能也跟他们的产业布局重心在内地，而且家族影响力主要辐射在政坛有关。施伯雄的爷爷施子清是福建晋江人，和太太生了4个儿子，施伯雄的爸爸排行最大，父子5人全部都是政协委员。施家的家族公司叫做恒通资源集团，是爷爷在1984年创立的，最初做亚洲的纺织品贸易。施伯雄号称百亿富三代，但是逻辑不通的是，他的爸爸连大学都没读，15岁就开始打工，还帮妈妈带着弟弟们长大。爷爷创立恒通集团那年，他爸爸已经24岁，所以严格来说，施伯雄是富二代，因为施家是用2代人才完成了财富累积。恒通集团是施伯雄的爷爷和父亲这一辈一起打拼出来的。这个误区和杨子被称为富二代一样，其实杨子是富一代的弟弟。聚力集团是他的2个哥哥和爸爸一起创立的。区分是不是真豪门出身有个金标准，就是他们通常在英国接受中学教育，本硕在美国读。比如不久前送去英国读书的李嘉欣的儿子，就是按标准的老钱路径在培养。而中产家庭的孩子通常是在大学阶段才会出去读书，如果有人硕士才去留学，那是非常明确的以拿绿卡为目的的。施伯雄的叔辈里，除了父亲中学毕业，只有二叔在美国威斯康星读了大学，另外2个叔叔都是在香港升学，而且教育程度非常平庸。施伯雄本人也只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和经济专业的本科毕业，连硕士都没读。施家的豪门壳子里，个个都是这么拉垮的教育背景， So unbelievable 啦，豪門搞笑的嘛。你講大話唔面紅嗰度好啊！係唔眨眼啲。
赌王、霍家、李家，甚至是邵逸夫这些第一梯队的富豪，都是在50、60年代就已经发迹。施子清在80年代才陆续在内地投资办厂，靠着改革春风才捞到了第一桶金。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施家根本进不了香港第一线豪门圈的原因。施子清在2008年退休，公司交给了4个儿子打理。施伯雄这一代总共有11个孙辈，但是公司的运营还没有轮到第3代头上。施家家风传统，儿子各司其职，也没有因为家产闹风波。除了施伯雄，此前唯一和娱乐圈有交集的是他的四叔。四叔在2008年离婚后娶了参加过港姐选美但落选的邓慧琪。这位四婶儿曾经和刘恺威有过一段情。施伯雄大学毕业后一直做高级打工仔，先在外卖平台做销售主管，后来又担任网络拍卖网站的香港区总经理，如今是网上支付公司的大中华区负责人。此前他还曾在微博跟大家介绍过公司的业务，顺便招聘。林峰是整得像个 CBD 精英，施伯雄是真的 CBD 精英。虽然施公子不过是顶着豪门名头的空心老官，但是吴千语立定心志，要为自己的情史画一个漂亮的句号。他必定是动了许多心机的，当然他也有魔力，一次次的分手、复合、再分手、再复合，都是他在进2步退1步的反复试探，像一种绩优股，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最终跑赢。2019年下半年，施伯雄注册了微博和小红书，内容更新的又快又勤，话里话外都不忘 Q 吴千语，叫他吴总，完全是吴千语的忠犬霸总和吃醋迷弟，一边尽职尽责为他宣传新剧，一边又抱怨自己被他挡脸。而吴千语对施伯雄展现出一种爱搭不理，不太看得起，对他的爱慕也视而不见的淡漠。捞女赶着上嫁贵公子就落了俗套，富公子跪舔女星反而让人耳目一新。当事情变得抽象的时候，看头就有了。两人2022年正式公开恋情，也是在这一年，吴千语签约了一个内地经纪公司。这家公司在打造完美艺人上面十分在行，他们最出名的手段就是控制网络舆论。所以吴千语能从捞女变成如今的成功女性，经纪公司确实厉害。他们爱得异常高调，一起拍时尚大片，一起参加真人秀。在节目滤镜里，吴千语展现出一个有主见、有品味、有态度的灵魂，对豪门公子的献媚不喜形于色，对施伯雄的外貌也颇有微词。他在丑跟帅之间徘徊。他甚至对爱情也是做5忘6的，让施公子总在为他的心猿意马，小小的揪着心。只喜欢一个人不可能吧？不是说我不想做到，只是我理智的来说的话，因为我觉得有点难啊。吴千语的风评在豪门公子严选的加持之下迅速扭转。吴千语翻身当然不靠作品，他甚至没有代表作，而他所谓的舆论反转，说到底还是靠男人，靠施伯雄烘托出的女神感，加上随时保持高冷的状态，质感就这么堆积起来了，也和曾经追逐名利的捞女形象成功剥离。在节目上，他们透露已经求婚并登记，也举办了一场小型证婚仪式。但不得不说，吴千语和施伯雄是懂拍照的，加上年轻又有质感，硬是出炉了几张绝世作品。吴千语虽然有些角度像戴着假发的男大姐，但这种长相吃镜头，如果化妆和造型做好了，真是分分钟出大片。而且说实话，很少，不，几乎是没有女星能把礼服穿得这么高级。真正的高级感往往是藏在随意里，是不经意的，漫不经心的，像雪白的奶油一样
慢慢流泻出来。上一次令我小小震撼了一把的，还是小肯尼迪结婚的这一张。不过他们的中式礼服就有些拉垮，小县城影楼风，甚至挂裙的亮片都比县城影楼少，金饰也没有。整个现场唯一的亮点是狮子青。唉，施家的镇宅吉祥物都出来了，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因为后面还要在意大利行礼，所以媒体倒也没在证婚上多挑剔。万一人家在意大利拉坨大的，不是打脸了吗？果然，万众期待的意大利婚礼来了。怎么说呢？说奢华吧，没选文咏珊大婚和甄子丹补办婚礼的奢华昂贵的科莫湖，而是选在了性价比超高的托斯卡纳。现场布置也很简单，新娘除了钻戒，唯一戴的耳环还是品牌赞助。但是要说朴素吧，他们依然跟足老钱的传统，远赴欧洲结了这场婚。婚礼的宾客就比较拉垮，伴娘团一群网红，伴郎团也没有豪门公子。上流社会的婚礼就是一场擺明的 party， 講面子的嘛。我是不是串到四川话了？上层的稀缺资源是权力、认知和信任，是能让资源为自己运转的系统性力量。这个层级追求的是支配权。很显然，这场婚礼并没有让吴千语达到上层，施伯雄给了他承诺和安稳，等于说只满足了中层的需求，却没有带他进入豪门的核心。又或者施伯雄本身也一直在豪门的外围徘徊，但这一切对于沙角村出生的吴千语已经换了人间。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也肯定要接受其中有落差的部分，所以再不能对婚礼和宾客有任何苛求。反正已经过了明路，反正她已经是名正言顺的施太太，生命中最重要的这场战役他业已打完，接下来的只不过是半点留心，半点上妆，好好的以过来人的姿态看其他豪门故事粉墨登场。婚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直播卖货，在自己的主场被认可的舒适圈，他贩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幻想，一种方法论。在他的直播间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卖，只有不紧不慢的分享。2499元的高压锅，小众护肤品，以及能唤醒面包的吐司机。他在展示一种生活方式，那种令其他女性沉醉的、渴望的、精致优雅的、被臆想出来的豪门生活方式。这套打法在纸媒当道的年代，台湾名媛孙云云已经玩过。她代言高级家电，利用豪门媳妇儿的神秘感和质感，精准吸纳了一大批高净值客户，非常成功。吴千语早在2019年就以一种慵懒而有态度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拥趸对话，他的每篇笔记都精心制作，从构图到文案都流露出一种高级感和生活感，并将这两者完美结合。他分享自己的日常以及一些非常老钱的小众爱好，比如滑雪、冲浪、登山，以它为载体，带着健康、魄力和金钱的质感缓缓流泻出来。他用小麦色的皮肤、雪白的牙齿、健康的肌肉弧度，构造出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在嘈杂的直播红海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吴千语是懂经营的，无论是自己还是爱情，他和施伯雄热恋时的这张照片，和《珠光宝气》里豪门公子情定中产女孩的这一幕，无论是构图还是意境，都异曲同工。她并没有一般女星跟了阔佬之后的小心曲意，而是嚣张的四亮行凶，恨不能昭告天下。张小慧在香港大势已去，却能在内地翻红。吴千语在香港一身骂名，在大陆竟混成了众星捧月，
还能带上在香港公子圈查无此人，在这里却被称作百亿富三代的老公一起飞。说到底，还是因为港台领先内地几个版本。这么多年，内地土包子们就没见过又美又会穿又有态度，还能把高级理论一套一套输出的人。但你不知道的是，有时候人需要很用力才会看着不费力，就像吴千语的松弛感是要靠硬凹的。他任何一张看似漫不经心的抓拍，都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光影的布局，连 S 型腰线的角度都精心设计过。他全方位无死角地展示自己的日常，说到底是为了赚钱。他深知普通人不会真的喜欢只会吃喝不是生产的米虫，所以一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豪门梦的幻想，一边又勤力地利用这个身份赚钱。他的这套精心包装过的通往豪门路径的核心，不是如何取悦男性，而是如何投资自己。他随时随刻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我值得这么好的生活，不是因为嫁给了谁，而是因为我本身就这么好。他的受众都是小资女性，所以这一套很吃得开。他所建立的这种高配得感，是让万千女性相信，她不仅成功嫁给了有钱人，还不卑微，不用在老公面前低三下四，老公却喜欢围着她转。她似乎更贴近当下许多年轻女性所追求的生活样本：事业有舞台，身边有爱人，无拘无束，轻盈自由。她钓金龟的做派，信奉走捷径，期望不劳而获，和香港人信奉的狮子山精神格格不入。香港文化对单亲妈妈都会欣赏甚至钦佩，比如薛家燕和曾经的肥肥。但是对在男人身上找出路的女人嗤之以鼻，所以香港抛弃了她。但小红书上的那些富贵闲人或者不富贵的闲人，爱她嫁得了豪门，做得了千金，更信奉她走捷径钓金龟的技能，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像她一样成功。施公子看着她一路做起来，反正要娶一个，反正要 AA 制，倒不如找个漂亮的会赚钱的。门当户对当然好，但门当户对的那些女孩，有几个是肯抛头露面的，有几个是肯带着自己一起飞的。更何况爷爷还在世，叔叔们也正值壮年，分家还不知道何年何月。即便分了家，不算叔叔这一辈，自己能拿到的最多只有1/11。真豪门千金未必能看得上自己。而且吴千语还有个神奇的技能，就是跟谁在一起，谁就显得贵而且帅。离开他就回归均值。看看现在的林峰，也没人说贵公子了，不但不帅了，还直见有点子。自己和吴千语在一起，立刻就变百亿富三代，光听这名头就比喝1斤二锅头还舒坦。再说了，吴千语带出去的确拉风。以前的豪门，女明星嫁进去会立即吸引，低调过日子。如今产业下滑，流量飞升，流量为王的时代，玩法也变了。有泼天流量的吴千语和施伯雄的价值也对调了。更何况施伯雄也清楚，自己如果不是这个豪门壳子撑着，条件其实挺一般的，不是搞事业的料，也没有多大的雄心。即便有家族企业，自己也只能镶边儿。高级牛马也是牛马。如此一想，娶吴千语的好处就更大了。那些最精明最厉害的富家子弟早已闻风而动，和女明星组成了新的赚钱组合。奚梦瑶和何猷君也在走通过婚姻双赢的路子。以前的豪门喜欢低调，不喜欢年轻人出名，也不指望他们赚钱。现在豪门里人这么多，生意这么难做，如果年轻夫妻能联手收割，还等什么呢？在印度莫里，18岁的富家大学生自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回来，
在朋友的摄影棚里爱上美丽如精灵的贫家混血少女，就此不能自拔的故事，要在很多年后才被知道，这是一书以侄儿倪震和李嘉欣为原型写的故事。有人说如今的吴千语是走了李嘉欣的老路，这么说实在是不准确。李嘉欣爱过倪震，也爱过黎明，他对爱情是真的有过憧憬。吴千语从不在穷人身上浪费时间，他的路径一直清晰，物质是基础，阶层是底线，一直向上社交。有些人拜金是真的栽在了金钱上，有些人拜金是太早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么多年，他维持好脸蛋和身材，保持品味，找到目标就拼命拿下。你还别说，这个难度相当大，营销团队往往要齐心协力才能签下一个大单。吴千语从开发客户、跟进到建立信任，最后签单，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最终能签下施伯雄这样的大单，说实话是很有本事的。相信他自年幼时妈妈给他灌输的理论，仍旧是老一辈女人的那一套，演艺圈是跳板，婚姻才是终极目的。当初他拍戏拍的心猿意马，是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打赢那场争夺影后的仗。这或许不是捞金，在女性多样化发展的今天，是一种路径选择。他一无所有，只有自己，即便是上架也要靠自己，所以只好精密规划自己的人生。人在往上爬的时候，姿势都不太好看，但抛开过程，这一次他是真的上了岸。毕竟这年头，能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豁得出去兑现的人不多。你明儿扶着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呀？啊？愿不愿意，我也说不好。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学眉眼高低、出入上下的，大事小情也有个见识。我是小猪，谢谢观看，下期见哦，拜拜。